中美关税战硝烟弥漫，美国总统川普高调宣称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，甚至爆料烙饼师傅亲自给他打电话。而北京这边呢，外交部、商务部、驻美大使馆齐声喊没谈，绝对没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北京为何死咬着不承认？背后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让我们撕开这层遮羞布，看看真相有多残酷。中国经济已跌入谷底，出口崩盘，失业潮涌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而北京还在乎面子，宁可让国家继续挨打，也不愿低头承认谈判。这期视频将用事实、数据和逻辑揭开中美谈判的真相，告诉你北京为何如此嘴硬，以及中国老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在揭开中美谈判真相之前，先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。2024年，中国经济可以用雪崩来形容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中美贸易额为6882亿美元，中国对美出口5246亿美元，进口1636亿美元，贸易顺差高达3610亿美元。表面看，中国赚了大便宜，但这背后是致命的危机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，占出口总额的近20%。一旦美国加征关税，中国的出口经济将遭受毁灭性打击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口增速已跌至2.7%，远低于疫情前水平。川普4月2日宣布的34%对等关税，如同在中国的出口命脉上狠狠捅了一刀。出口下滑直接导致制造业崩盘。2024年，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至5.3%，但真实数据可能更高。沿海地区工厂倒闭潮来袭，广东、浙江等地中小企业破产率高达30%，数百万工人失业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躺平成为热词。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的支柱，但2024年全国房价平均下跌15%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跌幅超20%。恒大、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，拖垮无数家庭的毕生积蓄。网友哀叹房子成了废纸，孩子上学都没钱了，中国还在喊稳经济，外资也在加速撤离。2024年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19.9%，创历史新低。苹果、耐克等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越南、印度。越南2024年对美出口增长25%，而中国却在失血。外资撤离不仅带走就业机会，更让经济雪上加霜。这样的背景下，美国的关税大棒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北京却还在嘴硬，声称没谈，这是在掩饰什么？中美关于关税谈判的说法，完全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们来梳理双方的说辞，再用第三方证据还原真相。北京这边表态异常统一。4月24日，外交部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，斩钉截铁，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，更谈不上达成协议。4月25日，商务部发言人称，任何关于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。同日，中国驻美大使馆自问自答，有关言论纯属混淆视听，中美没谈。这种异口同声反而让人怀疑太整齐的口径，往往是掩盖真相的信号。反观美国，川普的说辞充满细节。4月22日，他在白宫对记者说，美国与中方的谈判进展顺利。4月23日，他又表示，我们正在积极与中国谈判，以达成公平协议。4月24日，他直接点破他们中美双方代表今天早上开了会。4月25日，《时代周刊》专访中，川普爆料烙饼师傅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我不觉得这是软弱。相比北京的空洞否认，
美国的说法显得底气十足。更关键的是，韩国媒体提供了铁证。4月25日，韩国中央日报爆料，4月24日上午7点左右，一名中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带领10人团队悄悄进入美国财政部总部大楼。报道称，这些官员佩戴 G20 财长会议的身份证明卡，试图低调行事。当韩国记者试图拍照时，中国官员慌了，强烈阻止并要求删除照片，甚至拒绝透露身份。报道还指出，中美财政部会谈发生在韩美会谈之前，时间点与川普的说法高度吻合。韩国媒体的报道如同当头一棒，直接打脸北京的没谈说辞。如果这些官员只是参加 G20 会议，为何如此害怕曝光？为何不敢大大方方承认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他们在偷偷谈判。综合以上证据，真相呼之欲出，中美确实就关税问题进行了谈判，且至少在4月24日有一次明确的会谈。川普的爆料有时间、地点、事件，逻辑自洽。韩国媒体的照片和报道提供了第三方佐证，中国官员的遮掩行为恰恰证明他们心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谈了，北京为何死不承认？北京的矢口否认背后不是简单的外交策略，而是深深的体制弊端和统治焦虑。首先，面子比天大。川普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，针对中国的是 34%， 远低于对越南的 46%。这本是给中国一个台阶下的机会，但北京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谴责、坚决反对，并迅速实施报复性关税，摆出硬刚到底的姿态。为何如此强硬？因为在北京看来，面子比经济重要，比民生重要。长期靠战狼外交塑造强硬形象，北京需要以此维系国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。承认与美国谈判，等于是承认服软，这会动摇当权者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形象。尤其在经济危机下，北京更需要对外强硬来转移国内矛盾，让老百姓相信党永远是对的。于是，哪怕经济濒临崩溃，北京也要嘴硬到底，宁可让老百姓继续受苦，也不能丢了面子。其次，权力是命根子。对当权者来说，经济可以崩，民生可以糟，但权力绝不能丢。当权者的政治安全就是权力的安全。为了保住权力，北京必须对外展现强硬，对内维持高压。如果承认与美国谈判，国内的爱国小粉红可能会炸锅，认为北京向美帝低头，这会动摇统治根基。更可怕的是，经济危机已让民怨沸腾。推特平台数据显示，2024年关于失业经济差的帖子增长 300%。网友直言，当权者只会喊口号，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。一旦承认谈判，民怨可能进一步爆发。为了保住权力，北京宁可偷偷摸摸谈，也不愿公开承认。最后，撒谎是 DNA。当局76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谎言史。从大跃进吹牛亩产万斤，到文化大革命宣称形势一片大好，再到如今的经济稳中向好，当局的宣传机器从不缺谎言。中国宣传部擅长语言伪术，把白的说成黑的，把黑的说成白的。比如封锁 Twitter、Google 是符合市场规则，而美国的关税却是霸凌。4月24日，川普和韩国媒体都证实了中美会谈，北京却依然嘴硬没谈。这种瞪眼说瞎话的功夫早已融入当局的政治 DNA。中美谈判的真相不仅暴露了北京的虚伪，更让中国老百姓的处境显得格外悲惨。经济危机让老百姓首当其冲。34%的关税一旦实施，中国对美出口将暴跌。中国社科院估算，出口下降 10% 将导致500万就业岗位流失。这意味着更多家庭将陷入贫困，
更多年轻人将无路可走。而北京还在喊没谈，等于把老百姓推向更深的深渊。谈判本是希望，当局却不给希望。越南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。越南不报复，不嘴硬，主动与美国谈，如今有望达成零关税协议。而北京呢？为了面子和权力，宁可让中国经济继续失血，也不愿坦诚面对。更可悲的是，中国的暗箱操作让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。韩国媒体的报道在国内被封杀，川普的爆料被扣上谣言的帽子，老百姓只能听当局的统一口径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被面子工程拖入深渊。中美关税谈判的真相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当局的虚伪、傲慢和无能。经济崩盘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北京却还在乎面子。谈判是出路，当局却为了权力不敢承认，谎言治国，老百姓被蒙蔽，只能默默承受苦果。2025年的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如果北京继续嘴硬，继续撒谎，中国经济可能彻底崩盘，老百姓的日子将更加艰难。反过来，如果能放下架子，坦诚谈判，或许还能为中国争取一线生机。